注意看，前面这辆车在路口使出一招漂移过弯，阿瑟原本没有落后多少，可在出弯之后的这条大直线上，阿瑟和他的队友眼睁睁地看着老哥关灯，随后便一脚油门将2台道奇充电器当场拉爆。这老哥是什么实力，竟如此恐怖？那他最终又能否摆脱阿瑟完成消息呢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瑟墨菲斯正在路上巡逻，突然对面一辆开着远光的车快速驶过，这过去的车速明显不对，很快雷达便读出了数值，在这条限速80公里的道路上，老哥开到了160公里每小时，这还了得？阿瑟立刻掉头开追，氛围灯开得这么早，看来阿瑟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信。尽管是双向一车道，还得面对前方的远光灯，但阿瑟的车速很快便来到了220公里每小时。他眼看终于能看到前方老哥的尾灯，阿瑟是越跑越起劲，他的车速很快就突破了一般道奇充电器的电子限速，超过了225公里，居然还在不断的上升。可尽管阿瑟的车速已经如此之快，前方的尾灯却始终没有缩短的迹象。此时的雷达显示，老哥的车速已经达到了240公里每小时。看来阿瑟的氛围灯开的确实有点太早，老哥提前发现，压根就不打算给阿瑟靠近的机会。在这种没有路灯的小路，顶着刺眼的远光，还能跑出这么快的车速，无论是阿瑟还是老哥，都不是一般人物。不仅如此，普通的车辆根本就跑不出这种速度，这老哥的座驾肯定不简单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雪佛兰科迈罗 SS， 这辆车搭载6.2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55，100公里提速仅需4秒，峰值扭矩617牛米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65公里每小时。这一套动力数据看下来，顿时就能理解为什么阿瑟早就开启了全速怕什么怕，却依旧跟不上老哥。尽管夜晚的视线条件非常差，但阿瑟始终保持了240公里的时速，全速怕什么怕？正是在这番极限的输出之下，终于能感觉到老哥的尾灯肉眼可见的变大。这种情况可不是老哥突然拉胯，十有八九是前面的路况有了新的变化。经验丰富的阿瑟也是连忙放慢车速，丝毫不敢拖大。果不其然，前面路口加上一个急弯，老哥佯装向左，没走右侧的右转车道，却是在路口来了一个漂移过弯。这一招让阿瑟毫无防备，但身后的队友却是第一时间通过右拐车道补位。可还没有来得及靠近，老哥关灯加速一条龙，完全不给2位阿瑟靠近的机会。虽然同样是油门焊死，可此刻的2人却显得如此狼狈，这就是来自大黄蜂的压迫力吗？而在拉开距离之后，或许是觉得视线条件实在太差，老哥再次打开了车灯，因为这条路上并没有岔路。此时关灯对于摆脱阿瑟来说作用并不大，要是因为看不清路，不小心自己翻沟里了，那才叫吊得大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配合我新换的手机看更清晰。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怎么处理？像我那台 iPhone 15 Pro 就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300多，用过才知道他家是真方便，一键下单，回收是免费上门估价，山川写字楼、住宅区都能随叫随到，比起到处找回收店问价格，挂网上折腾半天还卖不出去。现在有了转转，连本都不用出，闲置就能轻松换成钱。而且转转现在回收品类很丰富，像耳机、平板、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，甚至是 LV 包、腕表这种奢侈品都能上门回收，特别适合我这种想卖闲置又怕麻烦的人。要我说，卖闲置不用到处问，找转转上门回收准没错。随着阿瑟的车速越来越快，2人之间的差距又一次稳定了下来。看来2人的实力旗鼓相当，只隔一手提速时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没有想到这位老哥已然达到了6星的巅峰。看来刚才说不相上下，阿瑟还是有些过于乐观。可在阿瑟看来，老哥明明只是胜在比他车速更快，而且直到现在老哥都没能将这辆车的性能完全发挥出来，最高也就跑到240公里左右，只比他快一丢丢。如果给老哥的车降上一个档次，那胜负可还不好说。没办法，载具本就是大佬实力的一部分，不少道友不也是借助世间珍宝才得以突破。再说了，阿瑟的这辆道奇充电器能跑到240公里以上，不也是同级别中的极品？此刻阿瑟心中仍有不服，哪怕明知前方是弯道，他还不断的加速，时速很快就接近240公里，这是想用弯道来展示自己的技术。很明显他做到了，但2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这说明老哥过弯的车速并不比他慢。看来战力表示6星大佬确实有他的原因。此刻大直线，阿瑟油门焊死，却始终无法靠近老哥半点。阿瑟真的恨不得把脚伸进发动机里帮忙蹬几圈。这一路下来都是全速，跑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。可眼下阿瑟发现了一个大问题，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阿肯色州东南部的最角落，这里和密西西比州仅有一桥之隔，和通往田纳西州孟菲斯的自由之桥一样。但跨过了这座酷似武汉二期长江大桥的格林威尔大桥之后，便离开了阿瑟的执法范围。而此刻距离上桥已经不足500米，老哥的意图简直明显的不能再明显。阿瑟连忙通知密西西比州进行接力。
好消息，对面的阿萨收到了；坏消息，他们已读不回。什么？一个在你阿肯色州超速的人，你们 ISP 都追不上，要我去追，还不如早点洗洗睡。话糙理不糙，转眼间的功夫500米跑完，老哥已经开始上桥。此刻这已经成为了阿萨最后的决战地点，想要拿下老哥，就必须在下桥之前将他截停。而两人的距离大约还有200多米，以现在240公里的时速来看，也就是3、4秒的事儿。而就在这时，前方老哥突然打起右转向，而且车速也慢了下来。难不成在这关键时刻，他的车出了问题？面对如此大好时机，阿萨当然不会错过。虽然此时阿萨的车速很难再有提升，但两人的距离却是在不断的缩小。没有想到，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，居然还能看到翻盘的希望。此时阿萨发现，明明自己的车都已经踩到快要爆表，可老哥却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，看得见摸不着。这短短10来米的距离是他根本无法跨过的鸿沟。而随着桥梁结束，老哥也离开了他的执法范围。此刻阿萨猛地一惊，突然意识到，这老哥根本不是发挥不出来这辆车的最佳性能，而是故意在卡着阿萨的上限跑，直到下桥的最后一刻还故意放慢车速，让阿萨看清楚他输给了谁。当着阿萨的面完成消息，嚣张，实在是嚣张。此刻阿萨才明白，为什么这位老哥是6星巅峰。就这样，这位老哥当着阿萨的面潇洒离去，用行动给阿萨印证了什么叫做不努力一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至此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